这里是仙本那马布岛的水屋度假村。如果住在这里，大约每晚的房价都是2-3千元。据说旺季的时候，这里的水屋是一房难求。我这次选择住在了马布岛，但是没有住这个水屋度假村，而是选择住在了平民水屋，因为这里确实是比较贵。傍晚时分来到了水屋度假村，在这里飞了一下无人机。这个时间非常安静。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感觉又是一个人在享受着美景。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流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梦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怕你在远去，怕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倒流进天空的海底。夕阳下的水屋度假村非常的宁静。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非常宏伟的一片水上度假村。梦境的缝隙里。这个水上度假村也是对游人开放的，但这2年因为上岛的游客，尤其是一日游的游客越来越多，所以对一日游登岛的游客也开始收取30元的入门费。一般一日游的游客在这里会有2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可以看到这个度假村的栈桥就非常的长，所以在这里游玩是比较紧张的。看你飞远去，看你离我而去，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每一滴泪水都像我因为是住在了岛上，所以避开了大批的游客，可以慢慢的一个人享受着美景。和我一起来走进这个水上度假村。我这次没有住在水屋度假村，而是选择住在了它旁边的平民水屋。2种水屋价格相差2000多元。这就是我住的水屋。门前的水域，海水非常的清澈透明。现在下午将近4点钟了，准备去旁边的水屋度假村去游览一下。度假村的入口其实就在旁边，不过房东说如果从旁边进去可能会收取30元的门票，让我从村子里穿过去，那里可以自由出入。想着从村子里穿过，正好可以看看这里独特的人文景观，何况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穿过村庄就来到了岛的另一端。首先看到了一个18丹水屋度假村。这个水上度假村相对来说规模不是很大，整体的环境也相当漂亮。
这个水屋度假村的价格比旁边那个著名的马步岛水屋度假村要便宜一些。前面看到的一排水屋才是马步岛那个水屋度假村，需要在岸边绕过去才可以来到这个水屋度假村。现在就来到了马步岛著名的水上度假村。这个度假村所有的水屋由栈桥连接，绵延将近1公里。这侧的情人桥就直通我住的水屋。跟我一起走一走，欣赏一下这座被鲜花包围的水屋度假村。水屋下面的海水干净又漂亮。淡淡思念，淡淡自定的芬芳，静静远去，静静时光的流淌，往事经过的地方，美丽的惆怅，就像那年那夜满天的星光。傍晚的度假村非常的安静，轻轻的风轻轻摇动了梦想，悄悄转身，只看到零星几个客人。温暖背影的目光，走在花海水屋中间，在这里拍照非常的上镜。我在春天等你，思念随风化作云，等待花又开的时候和你在一起，点滴之间说着我们的未来。我在春天等你，山川岁月的约定。如果你抬头看见那天上飘着雨，那是我们今生最美的相遇。一路的游客都很少，但我就是在这里遗失了我的运动相机。穿过水屋，栈桥的终点是一片拍照打卡的地方。这里设置了很多供游客拍照的一些标志道具。暖暖背影的目光，像从前一样，我的心在飘向春天的云上。我在春天等你，思念随风化作云，等待花又开的时候和你在一起，点滴之间说着我们的美丽。我在春天等你，山川岁月的这个时候这里几乎没有游客了，打算在这里飞一下无人机。那天上发着雨，那是我们今生最美的相遇。我在春天等你，山川岁月的约定。如果你抬头看见那天上飘着雨，那是我们今生最美的相遇。今生最美的相遇。在这里飞了大约半个多小时的无人机，一直等到日落时分。在这里静静地欣赏一下马步岛的日落时分。
Oh, can't you see it, baby? You've got me going crazy. Wherever you go, whatever you do,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Whatever it takes, or how my heart breaks,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